爹，咱真走啊？不走，不走，等着得头病啊！那病上了头就没治了。我跟你说，你忘了，咱爹还有你叔父都是怎么死的？快走吧，再不走咱就走不了了。走吧。我这头疼的厉害呀！县令，县令，县令，什么事儿啊？新上任的卢县尉到了，到了。到了。哎呀，人呢？已入西厅理事，正在翻查卷宗。什么？新来上任，不来拜我县令，竟直入西厅办案，岂有此理呀！听说他是周司马的亲信，以前在长安还做过金吾卫的中郎将。那不是以前吗？他就是做过宰相，他被贬到我这里，他也是个县尉呀。旧案果然堆积如山。前任县尉每日都在昏睡吗？最近为何有这么多奸杀案？自去年冬天到现在，已有10多名女子被害，还都被割去头颅。你党就坐实案子一再发生。前任县尉在时，也带我们探查过，把整个县城都搜了一遍，就是没寻到凶犯的藏身之处，且其在夜间作案，行踪飘忽不定，甚至有人说是白发厉鬼害人，所以什么？前任县尉说，若是人犯可抓，若是鬼，就没得抓了。哪有什么白发厉鬼，如此推卸之词，以后不许再说。是。我听说，40年前还有一起案子，怎么不见卷宗啊？那起案子极其恐怖啊！况且已经过去了40年，您就别看了吧。那怎么行？案件未明，死者尚未昭雪，速速将卷宗拿与我看。是。雷县令，您来了。我可不得来嘛！新任县尉到任，不来拜见本县令，本县令就只能来拜见他了。新任县尉卢凌风见过县令。既是新来上任，为何见也不见我，就直入西庭理事啊？西厅之中，尘案如山。我是新任县尉，负责刑狱缉捕之事，自当先入西厅才是啊。这么说，你是不懂做官的规矩了？规矩？后汉陈蕃上任，先拜高士，而后入官署。如今我卢凌风新到莒县，先看卷宗，再拜见县令，有何不可？你卢县尉刚上任就查案断狱，真是开了我莒县之新风啊，值得敬佩，值得敬佩。县令，县令，哎呀，实在不好意思啊，因本县公廨狭小，有几间屋子呀还漏雨，最近正要修缮，所以实在没地方供君入住。卢县尉，您还是自己找地方住吧。告辞。据我所知，县里有地方供新来官员入住啊。不稀罕。莒县可有出租房屋的地方？倒是有。那就好，为官租房，又非罕见。
在长安与南州，都有那么几条穷困之街，没想到这局县，街街都如此凋敝。这跟师傅没关系，师傅来只管捕贼就好了。二位公子是要买宅子还是租宅子？租一宅子，你这里抽多少钱？嘿呦，一看就是大地方来的人。回公子是1个月的租钱，这规矩啊都几10年了。哎呦，您看看，我这个宅子的位置啊，没挑啊，和公谢在一条街上，门口过的不是达官就是贵人呐。哼，这里还有达官贵人？哎呦呦！到这里来睡觉，看来宅子是不愁租啊。众生堂花木葱翠，租价全城最低，每月只需300钱。300钱，这价格确实不高啊。哎，这位公子，别被价钱迷惑了。我看你是真心想租宅子，您最好啊，还是看看别家吧。这众生堂不能住？我可不敢瞒您。以前呢，有几位租客就是通过我这儿租的众生堂，可是没住多久，他们就搬走了。他们说这个宅子不干净，不干净。哎，你又偷偷说什么呢？我们没给你抽成吗？你给我那些钱还不够我赔的呢。你们家宅子不干净，以后啊不要来我这寻租客。你说清楚，我们众生堂怎么不干净了？说清楚，你们家翟郎中他最清楚。平日里在前厅坐堂行医，啊，宁可多走半个时辰回家，都不到后宅去住。你说他为什么？还有那孟东老怎么就……我这，你想干什么？我这个人胆子大，就住众生堂。哎呦喂，这位公子，那可真是个凶宅呀！县里来抓人，他们都不敢进去。你的意思是，众生堂有鬼？没有，有我也不怕。秀欢，数钱。您这边请。你看这个，是不是适合你？到了。这是众生堂的前堂，翟郎中平时在此坐馆行医，很少去后宅。咱们进院子走侧门，也不会挨管的事儿。您这边请。这边。不会是有人来住了吧？还真有不把鬼的。这儿可真大，真行。师傅，听见了。年轻人，你吃豹子胆了？这个院儿啊，就算官府抓贼，也没人敢进去搜啊。有鬼是吧？啊，什么样的鬼啊？您见过？他跟你打过招呼没有？没有。去，你们家才有鬼呢！这真是。请。您可千万别听他们以讹传讹。翟郎中的舅舅生前可是名医，最善于治跌打损伤、骨折的病人，一看便好。多少百姓受惠于这众生堂，怎么可能不干净呢？哎，这翟郎中的舅舅，就是铺主说的孟东老啊？对，正是老主人名讳。这是我们家翟郎中。小七，这二位主人，宅子有人租了。啊，翟郎中好，以后多有叨扰了。阁下怎么称呼？又作何营生？新任县尉卢林峰。原来是县尉。啊，卢县尉，翟良失礼了。哎，不必客套。县尉真要入住众生堂？当然，
我钱都已经交了3个月了，此宅不但宽敞，又种有草木，卢某住定了。哎，你这后园里还有楼阁，看起来不小啊。不知我那300钱有没有一起租下？当然没有，后园荒芜，平时上着锁。啊，那岂不是太可惜了？我再多付200钱，能否一同租下？我师徒练武用。不可不可，这阁楼啊，是我舅舅生前著书炼药的地方，现已改成储存药材的库房。你怎么把宅子租给了县尉住啊？我只是想终于租出去了，就没问他是谁。你就是个蠢货！哎，主人，其实县尉住不也挺好的吗？省得以后再有人说闹鬼。还别说，这话也有些道理。师傅，有鬼！鬼！哪来的鬼？哎呀，雪欢，你还是不是我徒弟了？不是，我刚刚真的看见一个满头白发的厉鬼向我飘过来。胡说！去！雪欢，你要实在是害怕，晚上就搬到我屋来同住。只不过为师晚上要把卷宗看完，尤其是40年前的那起碎尸案，所以恐怕打扰你休息。我不怕，可您一个人看碎尸案，多瘆得慌啊！我陪您一起吧。好，你陪我，为为师壮胆。管子君，不错，3个字都认识，都念对了。这3个字啥意思？这就是40年前被碎尸女子的名字啊？是这样啊？此案惊恐，凶犯手段极为残忍。40年过去了，凶犯肯定早就死了吧？是啊，但愿世间再无此等悲剧。小姐，晚上莫照镜子。你个臭丫头，还用得着你管我啊？我哪敢管小姐啊？
我只是听人说晚上照镜子。说呀，如何？镜子里还能有鬼不成？是哪个挨千刀的祸害了我唯一的女儿啊？让为父可怎么活呀？我也不活了！放开，放开，放开我！从去年冬天到现在，这类案子县里有过多少起了？你们都是废物！你说谁废物啊？你，小废物！还有你是大废物！今日你们就是打死我，我也要骂你们是废物！这是新来的卢县尉，身为朝廷命官，拿着朝廷的俸禄，眼见莒县多少女子惨死在阴贼的手里，这不是废物，这是什么？如何？奸杀害命，又割去头颅，手法与前11起案子一样，当是同一凶犯所为。发生这样的事情，我理解你的心情，但我昨日才到任，你不该骂我是废物。你若抓住凶手，我就不骂你是废物，不然我一直追着你骂废物。7日为期，如何？好，我若抓到凶犯，我便给你跪下磕头赔罪。你不用磕头，将废物2字刻在一块石头上，你咽下去。好，你要是抓不到呢？刻有废物2字的石头，我咽下去。一言为定。白发厉鬼，穿着红衣，手中我一挥，我就晕倒了，当着就被他给砍死了。之前也有人说见过这个白发厉鬼。前任县委说的对呀，咱们真抓不着这个鬼。您刚才说的7日，太草率了。什么？7日？没错，抓不到，吃石头。吃石头，多没意思啊！何不直接辞官回南州？若当众吃石头，他不辞官，还有脸留在莒县吗？还真是啊。你说，这是好事还是坏事啊？当然是好事了。若7日破案，他也就是个干活的，功劳当然是县令您的。若7日破不了案，那他便走人，再来个县尉。一定是个守规矩、听您调遣的呀。等于说，咱们里外都不吃亏。对。好，就随本县令去西厅，与他把这7日敲实了。你怕了？怕就回南州去。不是师傅，那丫鬟说，身穿红衣的白发厉鬼，就是我昨夜在众生堂院子里看见的。昨日你一路颠簸，精神恍惚，出现了幻觉。不是幻觉，我真的看见了。住口！若再说见鬼，便是找打。哎呀，我听说卢县尉答应百姓7日结案，哎，这种事不要太当真，最多也就是失信于民嘛。自不能。不能啊，绝不能。这就不好办了。若是7日内你没有抓住凶犯，我可就只能如实上报了。不必，
罗某自当会辞官，何劳县令？好，那本县令就备下一桌丰盛的酒席，若破了案，则庆功；若案情未明嘛，就全当是给县尉送行。鲁兄，7日后见。师傅，若真是厉鬼害人，去哪儿抓呀？何须7日？我已经抓到了。什么？抓到了？不能吧？这才从西庭回来，陆凌风是神呐！说的是呢，公县外贴出告示，只是还没见着凶犯。不会吧？害命12条的贼人抓到了！不会，这白纸黑字写的清清楚楚，这新县尉啊有本事！12条人命真能抓着鬼啊！今日申出，凶犯将游街示众，还有一个时辰，我倒是要看看那贼人到底何等嘴脸！对，是到底何等脸？好看不见脸！凶犯被抓，游街示众。自有国法严惩，不可用私刑啊！起来，别拉着我！一点儿，我滚了！冷静！人到这儿就没了，他逃不出莒县，早已按照您的命令封锁了城门。师傅，我已派人送伤者去看郎中了。好，老机长，薛环，各带4人，兵分3路，挨家挨户搜。遵命。是。薛环，刚才与那人交手时，他是人非鬼，此正是我徒立功之事。放心吧，师傅。可有贼人进了你家门？没人进来啊。房门锁好。哎。恶贼，我看你往哪里跑！师傅，徒儿无能，让那贼人给跑了。我都听说了，若是横刀有刃，他就跑不了了。起来吧。师傅，请允许我宝刀开刃。
那可不行。你还小，心神未定，刀开了刃，你浑身就会被杀气所染，那就不好了。起来吧。师傅，好了，今日我图勇猛，为师甚是欣慰。卢县尉，好。卢县尉啊，老人家好。看看来点吧，刚摘的。啊，好嘞好嘞，我来几个。师傅，今日虽未能抓到凶犯，但局县的百姓对您的看法好像变了。其实自从到了南州，尤其这次来到局县，我发现这天下跟我以前想象的不一样。以前我觉得大唐境内处处歌舞升平，百姓过得富足。其实是我远不知民间的疾苦啊，还口口声声说心系社稷，简直可笑。就拿这局县来说，瘴气严重，头病流行，民生凋敝，贫困者十有八九，百姓活得苦啊。县尉虽小，但自有重任，真该为百姓多做些事啊。有您这样的师傅，是我薛环莫大的运气。来看一下。您看看，走吧。哎，好好。后边什么？卢县尉，行了，走吧。师傅，您是不是在想，若我家小姐在，一定能画得更像？是啊。那我这就捎信，让他来局县帮您。多事。县尉，这画像画的虽然不太像，但见过那贼人的兄弟，少说也有8、9个。他插翅也别想逃出局县。辛苦诸位兄弟，天黑之后全城再搜索一遍，不怕打草惊蛇。明白。卢县尉，您这是？翟良，你怎么在这儿？啊，最近患头病的百姓多，刚忙完，方才去药库查看了一下草药。查看草药？啊，不带伙计，也不提盏灯笼。伙计先回去了，在库房我长了灯，离开时吹了。今晚月色明亮，用不着提灯笼。没打扰您吧？你这后园不小，阁楼也不小，除了做药库，就没住人？没有，从没住过。这宅子是你舅舅留给你的，你又在此坐馆行医，为什么不索性住在这儿？啊，我主要是怕住在这儿，时常会想起舅舅，所以宁愿租出去，省了追思的烦恼。卢县尉，要是没什么事儿，我就先告辞了。请便。哦，此宅闲置已久，很多无主的猫栖身于此，时间长了便生出许多野性，但愿不会惊了县尉。
这是什么？县城让我给您送来的，说最近要催缴赋税。师傅，叶县城还说，龙王庙漏雨了，要您带人去修缮，还有城外的堤坝需要加固，灌溉农田的水渠需要挖掘。奸杀案尚未查完，凶手还在逍遥法外，我哪有功夫干这些啊？我也是这么回的，可叶县城说，这些全都是您的活。县城还说，查案重要，但催缴赋税更不能耽误。要是完不成，便是财不配位，知而不做，便是渎职。叫他过来见我。卢县尉，好大的脾气呀！啊，不必叫叶县城了。卢县尉忙于查案，我很清楚。可这些也是县尉的职责所在呀。你推却不做，难道由本县令来做？不合适呀！是不合适，我做便是。卢县尉，我就说您把县令得罪了吧？要不追去认个错？我何错之有？那您真的去做那些事，不抓凶犯了？哎呦，那到时候岂不是要吃石头？有老七长在，还有我爱徒薛环，怎么可能抓不到凶犯？这样，来，你负责。义兄，义兄，怎么样？有消息吗？什么消息？局县的消息啊！哦，你让我打听罗凌峰在局县怎么样了啊？我一忙给忘了。义兄，你这……义兄，你别逗我，你快说。罗凌峰这2日忙，比我都忙，修堤坝、开水渠，还要收赋税啊！不是说他刚一上任，局县就发生了命案吗？他身为县尉，不用断案缉凶吗？是啊，这个中缘由我也不清楚。听局县回来的人说，那卢凌峰急得脑袋疼啊。不过你放心，这头急啊，在这个局县很普遍，应无大碍。赵三房，哎，好。翟郎中啊，先吃3日药，再来找我行针。哎，谢过翟郎中。记住了，无论多忙，这行医日志不可缺。上面一定要记清楚每日来我们这里的病人，以及病人的症状，还有所开的药方。是。请。主人，住在后面的卢县尉来了。啊，卢县尉。哎，翟郎中啊，我头最近疼得厉害，快帮我扎扎针吧。卢县尉，那边还有好几个人等着，针室里也有人刚入了针。这我真疼得厉害，要不去我屋里帮我扎？这不合适啊。要不去后园的阁楼给我扎？那不是您的药库吗？闻着药味儿，我能好得快点。那您随我来。诸位，这位是咱们局县新来的县尉，可否行个方便？听说县尉有7日之约，这就到日子了。县尉先扎，头发疼了好去抓凶手。对对对，免得呀吃石头。局县百姓待我真好啊。哎，翟郎中，你给别人扎那么多针，却为何糊弄我？难道不给你诊钱吗？
您这就是上火，跟他们的头病不一样。不过您要是在局县住上个10年8年，或许就会跟他们一样了。哦，我入城那日看到有人搬离，也说是怕得头病。是啊，局县百姓的头病皆由瘴气所致，但瘴气难除，所以只能从疗法上入手。能治好多少？3成多能痊愈，3成多靠吃药和针灸能维持，剩下的3成则不治。这么多人不治，要不是我舅舅创此针灸疗法，每年死于头病的岂止这些。哎，说起孟老郎中啊，那真是一代名医啊！我年轻时候上山砍柴摔断了腿，多亏了他给我接上了，不然我岂能走着来这众生堂啊？我舅舅所著的古经，整个南州的郎中人手一卷，听说洛阳长安那边也是风靡。只可惜，针灸之术治疗头病的书还没有写完，他老人家就于去年过世了。了不起啊！翟郎中，那日你说后园阁楼是孟老在世时著书炼药的地方，可否带我去看看，拜祭一下大老人家？哎，那可不行，卢县尉公务缠身，不敢劳您大驾。师傅，您的头还疼吗？翟郎中的针灸还真厉害，一点都不疼了。那你也早点睡吧。睡不着，我要再把这份卷宗看一遍。你先睡吧。不对啊，这明明有2层，可药库里却没见楼梯。暗门机关密道，布局原理。
师傅。师傅，天亮了。师傅，您怎么了？昨夜见鬼，惊恐至此。啊！这里真有鬼！师傅，您都看见了？我想了一夜，终于明白为什么会有鬼，就是因为人在面临未知时会害怕，害怕就会失去理智的判断。为师惭愧，虽自幼习武，也曾官居金吾卫中郎将，却免不了在特定情境下心生恐惧。昨夜便是如此。到底发生了什么？7日已到，随为师去抓鬼。这几日，我虽在城里城外忙杂活，可各位兄弟没有闲着。卢林峰，谢过了。老西长，城门守得可严？严，只要是成年男子就没放出去过。与贼人交过手的几位兄弟轮班直宿，又有画像，谅他根本不敢靠近城门。城中巡防可曾停过？没有。我与老旗长各带一队人马，将整个县城都翻了好几遍，一直都没停过。如此说来，那凶犯已被我瓮中捉鳖。他在哪儿？众生堂后园。陆县尉，您不会是要带我们去众生堂抓？县尉，人我们敢抓，鬼我们可不敢抓呀。我就住在众生堂，那里若真是有厉鬼的话，我和我徒弟还有命在。午时将至，那时候是一天之中阳气最旺的时候，烈日之下，一般的鬼啊，也就会晒成这么一点。薛欢，官威何在？官府捉贼，百姓回避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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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们要干什么？陆县尉，您这是要干什么？先把这个翟郎中拿下，莫让他叫喊，给凶犯通风报信。是。哎，许你们跳楼，不许我叫喊！我干什么？放开我！不能进去！不能进去！不能进去啊！这儿没有人呢。不要急，这药库里有机关密道，专为贼人行方便，故而才拿了翟粮。听见没有？密道就在这后面，给我把暗门撞开。是。陈孟东老的坟怎么会在这里啊？所以才会有人借此装神弄鬼。啊！送。
让翟郎中说话。畜生，竟然是你！你这个畜生！畜生！认识啊？这畜生，就算把他的皮扒了，我也认识。他叫梁三奇，本就是个盗贼，偷盗时腰、腿、脚腕子全都摔折了，是我舅舅帮他医好的，如今却假扮鬼魂在此作恶，令人以为众生堂闹鬼。你这个恩将仇报的东西，我……看来你不是他的同伙。何来同伙之说？卢县尉，我这……先前你不带我来这后园，我就对你有所怀疑。直到我看见孟东老的坟，我才明白，你怕的是在这阁楼里建坟被我发现。梁三奇，孟东老的坟就在里面，你就不怕他的鬼魂从坟墓里跑出来找你算账吗？事到如今，我无话可说。被你害的那些人，人头何在？这个我不能告诉你。大胆恶贼，放肆！那12女子的确为我所害，我认。但是你们想拉我游街示众，你们做不到。卢县尉，他自己找死，怪不得你。快抓住他！就是他，抓住！对呀，好像抓住凶手了。之前一直藏在阁楼里边扮鬼，就在里边。走，走，快！就他呀！就是他把我给迷晕的，把小姐给害了。畜生！还我女儿！这些都是死者的至亲，怕是拦不住啊！师傅，这恶贼杀害了那么多女子，换做我是死者的家人，我也会这样。卢县尉，你看好了。你这是干什么？我们不是已经说好了吗？今日正好是第7日，凶犯已经被正法。卢县尉，你为我女儿报了仇。这块石头，我吞得心甘情愿。那只是赌气的话，何必当真呢？那怎么能行？全局县的人都知道你我的赌约，如果我不兑现，以后我怎么有脸做人呢？更何况，您那日刚刚到任，我便说您是废物，您是朝廷命官，我却以下犯上，当受此惩罚。何来以下犯上？如不是兄台激我，恐怕我不会这么快抓住凶犯。再说了，这么大块石头，你吞得下去吗？如今凶犯已自行了断，可是死者的头颅还下落不明。我卢凌风愧对大家。这块石头我就留下了，带在身边，激励自己一辈子不做废物。贼人虽毙，但我等不可懈怠，尽快还死者全尸。是。
我替死去的孙女拜谢卢县尉。我替内人谢过卢县尉。谢卢县尉。有这样的县尉，举县百姓之福啊！他在众生堂行医一辈子，临终前嘱咐我：九泉之下，想守着他的众生堂。老人家膝下无儿无女，将这处宅子留给了我。我有什么理由不答应他？你孝心可嘉，但这么做，毕竟违背民俗啊！邻居知道了会怎么想？是。所以县尉，我希望此事不要外传。至于你租房子的钱，还有给铺主的，我全部退给您，您就另外再找一所好的居所吧。那倒不必，我在这儿住的挺好的。县令，哎，卢县尉，你别走啊！县令有事。听闻卢县尉已经抓到了那个奸杀案的贼人，深得民心，更快人心，可喜可贺。分内之事，可不能这么说啊！这可是我局县的大事啊！是啊，县令意思，卢兄当胸戴红花，骑高头大马，游街一处。对对对，到时候我和叶县城陪你啊。对，凶手虽毙，但死者头颅尚未找到，不能算结案。游街做甚？即便不游街庆功，那之前说好的宴席也不必了吧？若未能找到头颅，送行的酒，我是一定不会喝的。那就是一句玩笑，可千万别当真啊！哎，走，喝酒去！我一定要好好的敬贤弟几杯，为之前的招待不周赔罪。好意心领了，但之前县令交代的活还没干完。龙王庙的屋顶确实需要修缮，明天恐下大雨，我得赶紧带人去修屋顶。原来是你在这儿练刀啊！不怕鬼了？这世上没有鬼，只有装神弄鬼的歹人。我要练好武艺，将他们尽数斩杀。我睡着了，你怎么不叫醒我？师傅，您太累了，又要抓贼，又要修庙，理当多睡会儿。
40年前关子君的碎尸案，看碎尸的手法，恐怕是报！兵县尉，南园寺发现尸包。兵县尉，碧城寺发现尸包。城外灵道寺发现尸包。 40年前的案子，竟真的重现了。巨蟹苦也，巨蟹苦也呀！寺主何在？阿弥陀佛，贫僧即是。今日与40年前情形如出一辙。那时你就在此？对。 贫僧当时刚刚在慈寺出家不久，清晰的记得，也是在这大殿的香案之上发现的尸包，甚至连裹尸的包袱皮都一模一样。包袱在那香案上，为何没人察觉？禀县尉，本寺香客众多，贫僧也疏忽了。贡品可是每日都换？是。今日何时换的？ 卯初更换的，当时香案上并无包袱，寺院每日晨正开门迎纳香客。查清今晨来上香的百姓，从中抽拨线索，包括寺院的僧人、夜宿寺院的乞丐，还有借寺院备考的书生和举人。但凡今晨来过寺庙者，一一确定名录。是。还有，这2日可有报告失踪人口？没有。贴出告示，尽快查明死者身份。是。 你还能验尸吗？齐鲁县尉，放过我吧！放过？何出此言？县尉有所不知，40年前的碎尸案，就是家父验的尸，之后不到1个月，他就上吊了。那一年，家父42，今年。 我也42，这个仵作我不干了，我不干了，我不干了！县尉，咱局县就他一个仵作呀，整个局县就1个？是啊，像局县这种偏远小县，有1个就不错了。自他父亲死后，局县可是多年都没有仵作了，直到他长大成人，去州里学了回来。 这才，此案重在验尸。我虽不是仵作，但也略知一二，可以试试。给我来1筐橘子，挑最好的。哎，好嘞。真的不用写信？不必，只需要将这筐橘子送与南州苏司马即可。一路小心，要快。放心吧，撤！对卢凌风来说，最难的就是开口求人。故你若发现他需要人相助，便派人送1筐橘子来。细菌，快过来，来尝一尝。什么呀？橘子。
徐欢还真有心，大老远的从莒县送回来一筐橘子。我没睡，碎尸案再现，我连饭都吃不下去，饿着肚子哪里睡得着觉啊？县令心系百姓，敬佩，敬佩。哎，得，少恭维。我是担心我自己呀。40年前，县令就是因为碎尸案丢了官儿。你说我这不是倒霉吗？莒县不是有卢凌风吗？区区县尉，上官追究，哪能追究到他哟？此人颇有来历，若让他立下担保，上官追究时，便可顺水推舟呀。苍天有眼，皇恩浩荡，让卢县尉这样的大才到了我莒县，上任7日，便破奸杀案，以见首功。如今事隔40年的碎尸案再现，这说明当年的凶犯他还活着，这不就是等着贤弟在莒县再立奇功吗？是啊，我相信贤弟一定能将凶犯绳之以法，还我莒县清朗的天空。对，我今日来，就是想告诉贤弟，自今日起，那些所有的杂事都交给我，哪怕是挨家挨户的去收税。还有兄弟，我身子虽然弱些，爬梯子我还是爬得上去的。这不好啊！县尉职责所在，怎敢劳驾县令？不，大案当前，你当专心探破此案。对，县令如此通达，卢凌风感激不尽。以前多有不敬，还望海涵。不过贤弟啊，百姓翘首以盼，我们还是要为此案定个期限吧。还是7日。师傅，7日太少了。哎，可不是嘛，1个月也可，何必把自己逼得太紧了？只是为了给百姓一个交代嘛。就7日，还请安排好7日后的宴席，规矩和上次一样。卢兄真是豪气干云呐，佩服呀！啊，对了，县令让我去往南州寻个仵作，哪怕是花重金，我也要把最好的仵作请到莒县。卢县尉，禀县尉，县县之外来了几个人找您，为首的说是您请的仵作。我何时请了仵作？应该是他们来了。苏先生、小姐、老费，你们都来了。你们怎么？尸体在哪儿？过分记报。一如冰室，以公私报。带我去。看打扮，你是县令，你是县丞啊？你们莒县有什么好酒吗？你是何人？我，哼，南州司马苏无名的门客。你们2个也太不懂事了吧！刚才为什么不拜见苏司马？司马？刚才进去的就是大名鼎鼎的苏司马。哼，不说是仵作吗？仵作？那这个苏司马跟卢县尉到底是什么交情啊？交情深了。切，跟你们说了也不明白。这儿还一位呢，这位可是吏部陪侍郎的千金喜君小姐。见过县令，县丞。不敢，还不赶紧去准备酒食？喜君小姐颠簸一路都饿坏了。有，请。尸包储存的很妥当，验尸就交给我了。
你再去找寻其他线索。拜托了。光照寺、南园寺、碧城寺、灵荡寺的相关人等，都已盘询完毕。有人声称见过拿尸包的可疑者，快说来。只不过人们描绘的大相径庭，有人说是个老翁，有人说是个老妇，还有人说是个乞丐。不过死者的身份已有线索。直说。最近，除了一个叫惠娘的女子外，并无其他人失踪。惠娘，此女子住城南，家有一亩，是本城富甲当铺铺主钱小乙的外室。惠娘失踪，一定是他干的好事儿。他是谁？我的内人。半月前他就拿着刀追砍惠娘，要不是我拦着，惠娘早就遭不测了。如此说来，你娘子之前不知道你有外室。是，要不然早将惠娘碎尸万段了。他干得出来？因为恨之入骨？不，因为他会宰猪。哦，我那内人出嫁以前就跟着他爹宰猪，全局县宰猪最多的就是他们爷儿俩。你妻子莫不是胡一刀之女？哎，正是，您认得？你那丈人是县里有名的屠户，哪个不认识？你娘子现在何处？在家喂猪吧。带来问话。是。何人？是我。何事？先生，您已经验了2个时辰了，歇会儿吧。不必了。小姐问，您需不需要他帮着您记录一下？此事无寸骨，即可怖。别让他来，会吓到他。啊，你可以先行告诉卢凌风，这是一具女尸，右胸上有一颗红痣。钱小乙啊，惠娘身上有没有什么特别之处？她真出事了？回答我。她右边胸口有颗红痣。钱小乙，这你都知道？你还记得左右？我跟你拼了！放肆！你谁呀你？这位是卢县尉。我也。县尉？咋？那小贱人死了？不会碎尸案碎的就是他吧？报应！你怎么还随身带着刀？这怎么了？习惯。县尉问你案情，不许嬉闹。我从小宰猪，自然习惯带刀。前日晚上你在哪儿？喂猪。你不会一直喂猪吧？喂完猪我回娘家了。我爹最近身体不好，他就我这一个女儿，我得伺候他。令尊胡一刀，局县名人。既然得了病，我得去探望。带路。啊！姑娘，看这橘子，新鲜，来给你挑两个。哇，看不错。哎，看一看吧啊。你们包起来。哎呦，苏子满验尸所得和钱小乙的口供对上了，死者应是惠娘无疑。出事前，钱小乙要跟惠娘分开，2个人为此争吵过，而其妻更视惠娘为眼中钉，口口声声要杀人。2人皆有作案动机，我看应把这对男女下狱用刑。是有嫌疑，但下狱尚早，用刑更不当，暂需盯住，不可走脱。好，你们2个盯住钱小乙，快！哎呦，县尉。是大爹，新来的县尉知道您一辈子劳苦功高，特来看望。我宰了40年猪，有啥功劳？40年。啊！老人家高寿？哎呦，50有1。我从11岁起就宰猪，
宰了一辈子猪。听您女儿说，您患有头病。啊，郎中说是重症，没救了。可您年纪也不大，身体又壮实，为何如此悲观？城里很多人确实都是头病过世的，尤其是重症，几乎不治。我死了倒没什么，可我就是舍不得她呀。我无子，就这么一个女儿啊！爹，你一定会好起来的，爹。前天晚上，您女儿给您做了什么好吃的？前天。对了，爹，前天晚上你去哪儿了？我做好了饭，等了你一晚上，你也没回来。爹手有点痒痒，就出去赌了几把。您头都疼成那样了，你还去赌啊？眼看就要见阎王去了，可这赌瘾他老是勾着我呀，闺女啊！哎呦，哦，我这头好疼啊！哎呦！你爹也算奇人了，看着像粗糙的莽汉，但刀下的肉却切得如此精细，五花层层，刀刀有章法。那是，不然如何人称胡一刀？哎呀，走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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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人家的猫就爱吃鱼，我们家这猫就爱吃猪肉，还没个够。哼！慢走啊，县尉慢走啊。本县有多少赌坊，你都清楚吗？啊，一清二楚。摸清胡一刀，那晚到底有没有去赌？明白。在冰室里一待就是4个时辰，还不让别人进去帮你，你可别像40年前那个仵作一样，过2天就上吊了。我大老远的跑来帮你验尸，路上屁股都差点颠碎了，你还说风凉话？我是怕，若7日之内你探不清此案，无法向局县的百姓交代。能否探破此案，就看你在验尸结果中能否多一些线索。恐怕要让你失望了，线索并不多。此女生前可被奸污？并没有。可被殴打？可有明显伤痕？或有中毒迹象？都没有。一刀毙命，且杀人的凶器和分尸的凶器已无法分辨，凶手刀具齐全，刀法娴熟，心神当极为冷酷。莫非真的是他？可40年前他只有11岁啊，刚学会杀猪，就杀人练刀。你说的是谁？本地最有名的屠户胡一刀。卢县尉，卢县尉，探子来报，胡一刀跑了，背着包裹，现已出城。什么？操！啊！操！饶了我吧！饶命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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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我是找过惠娘，但她真的不是我杀的呀！还不说实话，看来只能大刑伺候了。来人，上来！别打我！别打我！哎呦，我的头好疼啊！胡一刀，抬起头来。你刚才说去找过惠娘，是怎么回事？
什么？他背着你私纳外室？那慧娘比我漂亮多了，爹，我该怎么办呀？爹，当日我就找到了钱小乙在城北的外宅。走吧你！干什么你？好啊，钱小乙，现在就过了，你就不要我了是不是？行，我告诉你，我看你骗了我！给我躲开！当初说好了，只是个露水姻缘，我可不能休妻娶你。我那媳妇儿和老丈人，哪个好惹？再说，媳妇儿虽然凶了一些，但却是个真心对我的好女子，我不能抛弃她。行，那你就对我无情无义是不是？无情无义！我多给你些钱还不行吗？你说什么？再缠着我，小心我对你不客气。我本来是想教训教训钱小乙，可没想到他不再为慧娘所惑，还夸了我女儿。我这一高兴啊，就想买点好酒好菜找他喝一顿。毕竟我这命不长了，女儿得交给他呀。哎，拿那个，这个，我跟你说呀，客官还是您识货。要是愿意呀，对，咱们俩就合作。多谢客官。这钱小乙啊，也算大方了，一个月呀给我100钱呢。这么好的生意可不能断了。明天我再给他介绍个新的。那慧娘呢？急着嫁人，所以才找你呀。你这个做银媒的，净害人！你看我不打死你！我打你！别打了！你住手！快来快来！你说的打起来了！我想起来了，就是他。那日，是我们兄弟俩当值街头，问他打人可有原因，他不说，我们便拿他到暗探铺关了一夜。那日我去你家，你为何不说？这毕竟不是光彩的事儿啊。那你跑什么？我欠下的赌债那么多，你瞅瞅他们把我打成啥样了。这一点倒也是真的。那日去赌坊查他的行踪，都说他欠了很多赌债。回道，你养的猫是什么颜色？猫？哦，我养的是只狸花猫。是吗？没错。你去找钱小乙，让他为岳父还清赌债。他若不肯呢？他若不肯，就说他与慧娘被害案有关，我要抓他入狱候审。苏明，这也行？我是州里的司马，又不是本县的官员，就拿我的话吓唬吓唬他，无妨。我马上去办。主子，谢过朱司马，我给您磕头了，我给您磕头了。磕头就不必了，但你必须得保证以后不会再赌，再赌，绝不轻饶。苏明，你为何问他猫的事？验尸的时候发现了5根猫毛，3黄1黑1白，你收好。另外，尸包上有一股草药味，具体是什么草药，你须问费技师。草药味儿我也闻到了，可老费一到局县就喝多了，今日恐怕是叫不醒了。费十三，费十三，费十三。费十三，过来！
10年不见，你怎么老成这个样子？你还说我呢？你看看你自己，比我还老呢。到了我众生堂，为何不先拜见我？你什么你？你忘了小时候我替你挨了多少次师傅的打吗？你个孟老怪，多少年过去了，还提他干嘛呢？你忘了，我可忘不了。你曾经答应过我的，要一辈子陪着我著书炼药的。既然来了，就别想再走了。老费，老费，老费，老费！出何事了？老费，你怎么了？这是什么地方？我们的住处啊。住处？应该不会是什么众生堂吧？这里就是众生堂啊！这里原本可是郎中坐馆看病卖药的地方。是啊。这里的主人不会是叫孟东老吧？不错。这个孟老怪，怪不得他给我托梦。哎呦，快带我去见他，带我去见他呀！见不着了。为什么？他去年就已经死了。死了？哎呦呀，他怎么会死了呢？哎呀呀，他。这地方我刚刚来过。老费，你瞎说什么呢？刚才你一直在床上睡觉啊！哎呀，真的，孟东老就在这里面啊！老费，你酒又喝多了，赶紧回去睡觉，别想着细菌。不是这，可是行了，赶紧回去睡觉。不是，这快走吧。楼里气氛，竟有如此诡异之事。是啊，那翟郎中也是一片孝心，所以我也就帮他隐瞒了。看刚才的情形，这费技师和孟东老应该是故人。那日听闻你已赴任局县，费技师就神情恍惚，吞吞吐吐。我想他应该早就知道孟东老就在这里，而且他们之间的交情也一定非同一般。看来老费还有很多没有告诉咱们的秘密啊。好了，诸位留步吧，告辞。怎么，喜君不回南州吗？我把他留在这里，代我督察此案。他督察？喜君一定尽督察之责，请司马放心。卢县尉有所不知啊，这位喜君小姐那可是吏部裴侍郎的千金，如今在司马墓中做事，她督察此案太合适不过了。卢县尉，每日案情进展，你要向喜君禀告。你能督察什么？添乱！师傅，我家小姐也可以照顾你啊。你忙于查案，经常一整日都忘了吃饭。哪轮到你说话？出去！
生气啦？你这么做，只会让局县的同僚笑话我。若我能给自己找到事情做呢？你能找到什么事情做？倒是说来听听。我听老旗长说，有人见过在寺院偷放尸包的人，我想试着画出来。说的有道理，我怎么没想到？如此说来，就有劳裴小姐了。哦，不对，是裴督察。卢县尉不必客气。老费，老费啊，前几日在县歇后院挖出了一坛子酒，被布包裹得很严实，好像是什么养生的药酒，却没人知道到底是什么药酒。拿过来给我尝尝，不就知道了吗？自然是已经被人喝了。那你还说他干嘛？我跟人打了一个赌，说我有一密友，不用喝酒，只需闻一下那包酒坛子的布，就能知道此酒中有什么药材。那你跟人打赌，我有什么好处？我跟他赌了3日的宴席，好酒款够。真的？嗯。快把那裹酒坛子的布拿过来，我闻呐！快点儿。说定了。快！味道有点怪，只有药味儿，并无酒味儿啊！这确实是裹酒坛子的布吗？是啊。天麻，好像还有薛环。哎，你这表情什么意思啊？我没什么意思啊。不对，这才来局县不到半个月，小薛环，你怎么好像学坏了似的？师傅一直在教我学好。行吧，你走吧，你在这儿看着，我闻不准。哎。我上完头炷香出来，正遇见他进南园寺，那老妇人吧，我看着有点眼熟，好像在哪儿见过，却又想不起来。不过我感觉她有点怪怪的。不急，您慢慢想。她头发白吗？裹着长巾，但也能看得出来白。你再好好想想，这几天惠娘有何反常之处？除了钱小乙，她还跟别的什么人来往过？她最近除了跟那姓钱的好，常去城北的宅子住，回来就是闷头睡觉，再就是每隔3日去扎一次针灸。针灸？惠娘也有头病？这种病在局县不稀奇。但她这个年龄染上确实少见，所以这几个月常去医馆。哪家医馆？中生堂。当时我正在扫地，见那老翁手提着包裹从我身边过，我也没在意。现在想来，那老翁身上似有药味儿，还有个子不高，很瘦，有些罗锅。卢县尉，翟郎中。卢县尉，你又头疼了？没有，我问你几个问题，你需如实回答。冬至前1日，可否有个叫惠娘的女子
来这里看我头病。惠娘？这个我得想想。按照行医规制，不会没有日志吧？啊，有，在这儿呢。那日惠娘没有来过众生堂，上面没写，应该就是没来。来了，日志上必有记载。来了，你那儿怎么样？我今日见了2个人，他们分别遇见了一个老翁和一个老妇人。可惜的是，他们都没太看清可疑者的脸。不过没关系，老旗长说还有2个人，明日会带给我见。你呢？为何不向本督察禀报案情的进展？一无所获。就这么简单？也太应付了事了吧！我本来有了线索，惠娘母亲说她犯了头病，去众生堂扎针，可众生堂的行医日志中并没有记载。不过，那个翟郎中和他的伙计都有点奇怪。行医日志就在钱塘吗？带我去看看。跟我来。冬至前一日的日志是后来写的，至少比冬至当日写的晚。裴小姐确定？我3岁就会看墨色，这瞒不了我。我说，那个惠娘来过，行医日志后来被主人给改了。之前隐瞒，是觉得丢人。惠娘是几个月前开始在我这里治头病的，每隔3日来扎一次针灸。冬至前的那日来了。今日病人多，前面还排了3、4个，你恐怕需多等一会儿。我头疼的厉害，这再等啊，命都等给你了。看什么？该打，还不赶紧到里面照料着！要不，还跟上次一样，后园药库，我把里面的针出了，再给后面的扎上，就过去。月亮门没锁，这是药库的钥匙。以前你多次带他到后园药库，是我被他的美色所迷惑，我有错。那日呢？那日我确实……惠娘，我来了。惠娘，惠娘，当时我琢磨，他一定是发现了大坟吓跑了，还想着下回来的时候告诉他嘴严点，替我保守秘密。可很快就听说光照寺发现了尸包，有人说是惠娘被碎了尸。我怕遭嫌疑，又怕被别人知道我和他丢人，所以就把行医日志给改了。但那时藏在阁楼上的恶人梁三起早已被卢县尉发现死了。惠娘应该不是在众生堂出的事，也许是跑出去之后。
那日翟郎中去后园去了多久？不一会儿便回来了。我正要给病人出针，师傅回来后，便亲自出的。那晚上呢？翟郎中是否按时回家？回了，回家用完饭，我还给主人洗脚来着。哎，老费，你闻出来了没有啊？去！老费，好你个罗凌风，竟敢戏耍于我！那布上有8种药的味道，且都是猛药，谁敢把那8种药材混在一起泡酒喝？说，那到底是什么布？包裹碎尸的布片。碎尸？哎，老费，别不是好东西。 8种药材不能混在一起泡酒，但各自的功效都是行气、祛风、活血的，治头病倒是管用，但是也没人把它们混在一起同时用啊，除非是那孟老怪，他敢。你说的是孟东老？对啊，是又怎么样？你不是说他早就死了吗？陆凌风啊，陆凌风。 你为什么要选这个地方住呢？阴气太重。我看你是在鬼市待久了，看哪儿阴气都重。我那不一样，我在鬼市待着舒服。这个地方，我一进院我就心惊肉跳。哎，走，跟我找地方喝酒去。我宁可喝醉了躺在大街上。走吧。 回身，上步，抬腿。喜君小姐，季氏公昨夜没回来，死活不肯回来，我只好把她安排到县县，先住1晚。那他有没有说与孟东老的关系？没有，也是死活不肯说。 真没想到，季氏公在南州的局县竟然还有老相识，只可惜人已经故去了。不然，我们可以打听打听他年轻的时候是什么样子。哎，老费，你醒了？昨夜你喝了那么多酒。 我以为此时你肯定鼾声如雷呢。陆凌风，你能不能告诉我孟东老的坟在哪里啊？我好去拜祭拜祭。要不他老给我托梦，这吓得也不敢睡觉啊。那可不行。你还没有告诉我你和他是什么关系呢？ 好，我告诉你，他是我师兄，行了吧？若是没来这局县也就罢了，既来了，还进了他的众生堂，这再不给他上个坟，好像有点说不过去吧？老费啊，这孟东老，他埋得可远了，好几10里山路呢，要不？ 等我们探破了碎尸案，再带你去。哎呀，不行，就这么定了。薛环识大体。老费，碎尸案我可和县令定下了7日之约，你也不想看我丢了官职吧？不是，哎呀，我又不要你们带我去，我自己去就行了。只要告诉我他埋在哪儿。局县西北40里外的寿山，孟东老是当地名医。 你去那儿打听打听，没人不知道。好。好你个薛环，编瞎话，张嘴就来啊！那
我把他追回来，实情相告。不可，喜君小姐就住在众生堂，要是让她知道坟就建在阁楼中，她肯定会被吓着的。卢县尉，你们回来的正好，我正要找你们呢。怎么了？裴小姐乃奇人也，她画出来了。难道凶犯竟有这么多帮凶？开始我也觉得是这样，可是我把这4张画放在一起，发现有很多共同之处。比如兽有楼锅。你怎么知道？师傅又找到几个曾见过可疑人的，他怀疑是同一个人，扮成了不同的样子，将4个尸包分别放在了4个寺院里面。我跟卢县尉想的一样，故将4人描绘的合在一起，选共同点，又画了一张。这个人有些面熟，我好像见过。我也觉得似曾相识，哎呀，就是想不起来了。畜生！给我站住！连孟老怪的坟都不知道在哪儿，我替他教训你这个不孝的外甥！老费，你打我干什么啊？打你？我打的就是你这个小混蛋！害我白跑了几10里山路，我腿都快走断了，我还得打你！别打了，老费，是我的意思。你的意思？请无聊。老费，太不像话了！我知道，你先消消气，喝口水。我喝酒。哎，怎么了，老费？细君，这是你画的？是啊。你怎么知道我思念师兄心切，你就帮我把他的样子画出来了？你说什么？你说这画上之人是孟东老？没错，虽然几10年不见，但是孟老怪要是活到今天，肯定就是长得这个样子。哦，我想起来了，刚才觉得面熟，原来就像孟老郎中了。对，那日抓住歹人后，我也进过阁楼，这与坟后的画像十分相像。坟？孟老怪的坟在哪儿？师兄，原来你竟葬在这里，难怪会给我托梦呢。师弟费英俊，拜上。师父，好你个孟东老，你个孟老怪，你个孟老怪，你个孟老怪！他就是个混账，他竟然让师父给他守灵。这是药王孙思邈的雕像。正是恩师。你是孙思邈的弟子？那还有假？师父生前收了13个徒弟，我别号费13，可不是什么家族排行13，是我们师兄弟之间的排行。他原名不叫孟东老，而叫孟东晓，因为他少年白头，
所以师兄弟们都戏称他东老。他索性把名字给改了，可是我只管他叫孟老怪，因为他确实是个怪才，甚至都有点邪性。怎么个邪性法？当时师傅荀百药这个孟东老，专门负责捉蝎子和大蜈蚣。说来也奇怪，那些个毒物，只要一见到他，就吓得一动不动。他特立独行，不喜与人言谈，所以人缘很差。只有我这个最小的师弟跟他走得稍微亲近一点。这孟东老回到这穷乡僻壤的局县，也算是不得志吧？他不回局县能怎么样？他是被驱逐出师门的。这又是为何？他做的那些事儿触怒了师父。什么事？他是我师兄，不说也罢。你必须说，此事关系重大。为了了解人体经络，他盗墓取尸。这事儿在历朝历代都是重罪，师父没有把他交到官府，这就已经算是格外施恩了。因为是我告诉师父的，这事儿他记了我的仇，所以我就想着在有生之年能够见着他，当面把这事儿说开了。可谁曾想，他早死了。太阳猫。对，别看这老小子平时心神冷酷，可唯独对猫，他是极为呵护。你们有没有注意到，刚才坟旁边有几只猫，都是什么颜色？有一只黑的，好像还有一只黄色的，一只黄白相间，一只纯白的。验尸的时候发现了5根猫毛，3黄1黑1白。此地确实阴气很重，不得住人。你等，搬回县县去住。为什么？我不怕。赶紧收拾东西搬走。雪华，跟着你家小姐，要寸步不离。是。师傅，小姐给您送饭来了。你不让我们住在这儿，却自己守了一夜，又是何故？这一夜，我想明白了一个问题：梁三起自杀，是为了替人隐瞒秘密，而这个人，应该就是孟东老。我决定开棺。什么？楼里建坟？怎么可能？卢县尉弄错了吧？此坟确实让人难以置信，可事实就是如此。开棺并非小事，故特请县令允许，并且我还怀疑孟东老没死，且极有可能就是碎尸案的真凶。极有可能？就并非是板上钉钉嘛。像这种有违律制良俗的事，可要谨慎啊！况且，众生堂所在的那条街在局县属最繁华的。现在如果让人知道宅子里有座坟，那整条街还不转眼就荒凉了吗？此事传扬出去，本县令官运何在？是啊，卢凌风，卢贤弟，我求求你了，这件事如果闹大了，我恐怕是真的要丢官了。若孟东老之坟无鬼，我卢凌风愿意承担一切责任。若县令执意阻止开棺，
我就只能与你去南州刺史面前理论。不是你，哎呀，只是不要吓到百姓，最好也不要把消息传出去。卢贤弟还要想个万全之策呀。众生堂有猫妖作祟，官府捉妖，50焚烧，为防邪灵弥散，百姓暂避。猫妖不猫妖的咱不知道，但这众生堂确实猫多。是啊，每日都能看到一群猫在那墙头上相互追逐。这新来的卢县尉可真厉害，连猫妖都敢捉，可不像先前那些官，他那宅子进都不敢进。是不是？不可啊！不可呀！陆县尉，看在我舅舅给那么多人治过病的份上，就保全了这个坟吧。让开！县令已准开坟，若再阻拦，横刀无情。陆县尉，裴县令，陆县尉，不可呀，不可呀！开！若我舅舅在里边，我必搞得你身败名裂。要不你再想想，孟老怪确实怪，但也许他真的死了呢。飞鹰郡，叫谁呢？此时不可动摇军心。卢凌风，相信自己。卢县尉，猫妖已诛灭。你们刚才烧的是什么呀？啊，回县令，是拿稻草制作的巨型猫状物，烧起来烟火不小呢。哦，好，开棺。舅舅啊，我还说对不起你呀，没能保住你的坟墓。陆凌风，你不得好死！卢县尉，你不是说里面没人吗？师兄，洛阳一别，再见面，竟是阴阳两隔。舅舅，不对，这不是孟老怪。张飞，何出此言？这就是一具骨头架子而已。死人化作白骨，岂是这个样子？而且，这分明是一个身体修长的女子骨架。你小子也跟着孟老怪学医多年，也不会看不出来吧？的确是女子。
宽，小哥。这栋废弃多年的房子里似有洞口，在前面，就在这儿。惠娘啊，我也定不会辜负你的。何人如此大胆？局县县尉卢凌风。哼，还是来了，知道回来。没想到来得这么早，这么快。孟老怪，你真的还活着？费13，你也来看我了？你忘了？你忘了当年师傅为何将你驱逐？这么多年过去了，你为何还要如此执迷不悟？哼！几十年前你就对不起我，如今到了局县，还想来教训我？你不该跪下来给我这个师兄认错啊！什么师兄？你这凶犯没有资格教训别人。济世公，别理他。孟东老，这些头颅应该是梁三起给你送来的吧？这个梁三起，我还以为伺候我老头1年腻了，跑了，原来落在你手里了。师傅，您料事如神，果然另有密道。这个暗道是梁三起给你送吃送喝，还有送头颅的吧？你猜对了，医者父母也。我对梁三起有再造之恩，他对我忠心耿耿。你不配称医，医者应悬壶济世，有仁爱之心，而你枉杀无辜，如此狠毒，你会下18层地狱的。小丫头片子，你不觉得我这个暗示就是地狱吗？为了救1000万人，我一人已先下地狱。疯了，疯了！师傅竟然教了你这么个白眼狼，你就是个疯子！孟东老，40年前，只有17岁的管子君，也是惨死于你手。是，那姑娘如花似玉。你为何碎尸？我要留下完整的骨架，探研医术，注写古经，以救众人。40年了，我每日都给他烧香。如今啊，我把它装在了我的棺材里，就是替众生感激他。半年前，为了专心攻破头病，我服下了自制的药，可暂避气息，7日后复生。我这个外甥还算孝顺，真把我埋在了这阁楼当中。那面前的这副尸骨，应该就是惠娘的吧？是，梁三起是唯一知道真相的人，可他是个色鬼，只知道找那些美貌的女子。我要的是有头病的，他找的，我一个都不满意。幸好，他来了。那日我饿极了，从通道上去，潜回众生堂，想在药库里猫到天黑，再出去找吃的。没想到，
我想通过它，一定会找到治好头疾的方法。我会完成我的头痛书，让它千古流传。丢弃世宝与寺院，是为了寻求心理安慰。你们这两个当官的，我给你们个造福百姓的机会。不都是秋后问斩吗？你们就把这儿改成个牢狱，每天随便给我点吃的。明年秋天，我定可完成头痛书。到那时候，你们就给我孟东老建一座庙，牌匾写上“在世华佗”。怎么？你们觉得我不配有庙？我告诉你们，1000年后，人们一定会津津乐道于我的著作。谁会在乎我曾经是个人命犯？你罪大恶极，恐怕等不到明年秋天了。师傅，孟东老已被正法，极县百姓人人拍手称快。翟良为孟东老收了尸。是我在上宝州里的公文中，力陈孟东老罪大恶极，当从速处决。我这样做，到底对不对？你怀疑自己做错了？我在想，若是苏明，他最终会如何选择？听说你要走，也该走了，都待了1个多月了。义兄一个人在南州，姬氏公跟薛环都不能回去，只有我回去了。老费如何不能？局县既无好酒，也没有像老少相携那样的佳肴。这1个月，姬氏公在忙什么？你不知道？好多了，药不能停，连吃3日，针灸还要接着扎，隔日1次。你先到隔壁针室等着，我一会儿亲自给你扎针。多谢神医了，多谢神医。飞神医，飞神医，飞神医！你怎么来了？回刀呢？我爹全好了。今天连续宰了3头猪，这会儿正要去吃请呢。喝酒啊？喝酒他怎么不叫上我呀？就是让我来请您的。请客的这位啊，也是您给治好的头病。啊，还有这个，我爹让我给您的，新鲜。一会儿您一定要多吃点啊。我肯定会的。师傅，您喝尽兴，晚上我和小七一起去接你。行。多谢费医师。不敢当，不敢当。嗨，区小事不值一提呀，弄这么一个匾，这不太好吧？我2人的头病都犯了好几年了，
半个月您就给医好了，您就是再世华佗呀！北郡郎中啊，您就把匾收下吧，收下吧。收下吧！费公志，这个名字听着真别扭。可以想象，年轻时候的济世公长得一定配得上这个名字。没想到这个混迹于长安鬼市的飞机师，竟是药王弟子，更没想到他会跟着我南下，并且治好局县百姓的偷疾。这世上的缘分之妙啊，妙不可言。好像陪你一起南下的，不止济世公一个人吧？缘分确实妙不可言，错过了就不会再有了。比如今天，今天，瞧把你吓的！今天是我的生日。道尽世间情，本为念，愿为心。河山不休，翻云覆雨。山伏荆棘高为远，求安心，为正义。就要出局县了，你只能送我到这儿了。前面都是官道了，近来凶顽扫除，乾坤又一郎了。小姐，定会平安无恙。有中郎将相随，自是平安无恙。我刚才想说，我只能送到这儿。人是只能送到这儿了。但若心能一路相随，我自平安无恙。将新郎划清这好风景，冉冉正气，诗心犹随。